二刷得闲景之后，我直接激动的原地蹦了起来，这些细节简直令人头皮发麻。先说片尾那首恭喜恭喜，旋律一响，直接颠覆我20年的认知，这竟是纪念1945年抗战胜利的歌。以前过年听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只觉得喜气洋洋，年味十足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当时满大街都是劫后余生的人，大家唱着恭喜恭喜，送别垂头丧气的日本兵，恭喜不是在恭喜发财，是在恭喜同胞还活着。这一波冷知识狠狠戳到我了，眼泪都控制不住的流，后劲儿大到离谱。重点来了，之前我看海报上的公鸡和狗还以为是暗示，因为战争人们的生活变得鸡飞狗跳了呢，没想到是我格局小了。公鸡的轮廓完美对应中国地图，狗的造型就是日本地图。更绝的是海报上纳门苏罗通炮的炮口精准对准狗的喉咙位置，这个画面背后是什么意思？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不管侵略者多嚣张，我们终将直击要害，赢得胜利。导演也是藏都懒得藏了，直接明牌表达。而影片正片一开始才真细思极恐了。第一遍我看的时候还觉得这3个日本兵很滑稽可笑，意见不统一时很搞怪，可二刷后才发现他们都是极其冷血且狠辣的，这不就是日军的缩影吗？而且为什么偏偏是3个鬼子？他们凭什么觉得20分钟就能拿下全镇的人？因为最开始日本开始侵华时，发现大家竟然不抵抗，就自大的制定了3个月灭华计划。现实3个月解决整个中国，影片3个鬼子解决整个歌池镇。好，通了，全通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3个日本兵竟能找到如此偏僻的镇，他们手里的中国地图居然比我们自己的还详细。多少不知名的小路在他们的地图上也标得格外清晰，这可不是什么影片 bug， 这都是事实啊。历史上，日军在侵华前几十年就开始测绘中国地图，派了无数人来中国实地探测，为侵略做足了准备。也难怪他们3个人就敢闯镇里，这蓄谋已久的野心真的让人毛骨悚然。最让我打脸的还是老太爷和小等闲。一刷的时候我还吐槽他俩不省心，总往外跑添乱，结果二刷才发现是我错了。你看看老太爷每次往外跑，手里拿的不是斧子就是镰刀，这俩组合在一起，我的妈呀，正道的光。而小等闲跑出去帮忙打掩护，每次他的站位都很讲究，下城代表妇女是强大的后援，这么一捋瞬间全通了。原来不是添乱，是神助攻啊！还有墨家5代人中少了2代，这个细节让我大破防。老太爷和莫等闲中间断了2代，这可不是编剧瞎编，是战争把家人都夺走了。因为从老太爷的视角来看，鬼子残害了他的儿子孙子，毁掉了他的后2代人；而从莫等闲的视角来看，鬼子害了他的父亲爷爷，残害了他的前2代人。这种双重视角的叠加，精准地揭露了日军暴行的本质。日军的屠刀不是对个体的伤害，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子子孙孙、祖祖辈辈。还有老太爷追猪的名场面，原来家子就是宝盖头下有猪，他追的不是家畜，是破碎的家园啊！日军的王八盒子枪打老太爷是总卡壳，不只是史实，更是隐喻民族血性打不倒。从开头的待宰羔羊到后来的重整旗鼓，这剧情线跟真实抗战历程完美契合。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设计，背后都藏着对历史的敬畏。我说怎么大家都跟个教母一样，猛猛助力影片口碑发酵呢？现在看这些细节挖不完，根本挖不完。建议大家都去2刷3刷，带着放大镜看，那叫一个过瘾，真的每一帧都有惊喜。《德言景致》应该是今年我看过的最有元气的电影，讽刺、幽默、生猛、自嘲，基本上差不多有点像电影版的鲁迅啊。首先我还是要夸一下肖战的演技，我觉得基本上我忘记肖战本尊了，就是莫德贤，我只记得住莫德贤，他没有任何的表演痕迹，没有任何出戏的地方。大家记得有一场戏是他在升旗的时候，面对鬼子的那个威胁、愤怒、嘶吼，他的嘶吼太棒了。我觉得肖战有一个能力，就是他一下子可以把人物的情绪拉到一个顶值，就是他无论在任何戏剧里面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随时把情绪达到一个峰值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能力。与《德言景致》相比，很多战争电影不知道为什么它看似与我有关，但是我很难进去。但是《德言景致》就是我看了一下子就进去了，在这个电影里面我看到了自己的种种，我相信每个人在里面都能看到自我，我觉得这是它的非常大的优点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很多抗战电影啊，要么就是他讲不清楚问题，要么就是他不知道问题，要么就是他回避问题，他根本就不说问题。而德言景致非常诚实，一下子把这个电影里面所表达的问题给讲清楚了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进步啊。
德田景治在这方面基本上就是一个浓缩版的中国抗战史，他能够抛出问题、直面问题、解决问题，甚至有点玩弄问题。所以说编剧梁小龙太厉害了。我相信啊，服过兵役的编剧和没有服过写的战争戏完全不一样。服过兵役的人写抗日会有一种战争游戏感，他的游戏感是让人在发怒和发笑之间拉扯，而且你每笑一下就像轮渡上女主抽了男主一巴掌啊，每笑一下抽一巴掌，每笑抽一巴掌。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女主抽了男主3巴掌，这3巴掌力道不大，但很尴尬，会引起人的一个思考啊。最后我要夸一下演员尹正和电影的片尾曲，一个是看似是喜剧的角色，实则是非常恐怖的角色；一个是看似非常欢快的歌曲，但其实是非常悲凉的歌曲。从前大家常常说是三光政策，但是其实看了电影之后我就明白了，就是3个鬼子可以杀光一个村子的意思。以前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过一句话，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更可怕。那么引申到我们这里一样啊，就是比死亡更恐怖的是鬼子来了这句话本身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如果说能够解决掉这个恐惧，我觉得蓝小龙就得换个路子去写抗日剧了，或者是他根本就不会写抗日剧了，或者是他直接放弃写抗日剧了，你懂得吧？关注我，每天给自己一个惊喜。丁浩有话说。是不是肖战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？年龄可阻碍不了一个女生和你开心的聊天。反正他跟我女儿教我女儿画画，他教了2小时。那教小朋友画当时是？其实也没有，其实感觉跟您的女儿，其实我们岁数还相差挺大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交流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障碍，没有什么代沟。他有孩子气的一面。对，然后我们讨论到动漫啊，讨论到一些设计啊，一些审美啊，其实就是滔滔不绝，就聊起来像朋友一样。对，我中间有几次想插嘴，我都闭嘴了。我一看，他们挺开心的，他们俩都挺开心的，让他们开心吧。我都不知道是应该羡慕蓝小龙的女儿，还是开始羡慕肖战了。据我所知啊，肖战的粉丝可是横跨从妹妹粉一直到奶奶粉的。最后说一下，德田景治真的非常好看，建议大家带自己的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。刚刚看完肖战的德田景治，我觉得肖战真的是未来太可期了。他这几年真的是突飞猛进式的成长，从《藏海传》再到这一部，就演技每一部都上一个台阶，就肉眼可见的成熟了，完全能扛得起大制作。我都不敢想象他如果以这样的成长速度再继续下去，以后得有多优秀。再说到这部剧，你说这样的班底他能差吗？他真的不像以往的抗战片那种大开大合、悲愤的、压抑的。这部片子完全是以小人物的视角出发，就是带点黑色幽默，有点诙谐，但是没有说教，没有口号。但他一会儿又让你笑，一会儿又让你心里紧一下，一会儿又给你整得着急的。看到有网友说这是一部老祖宗希望你铭记，但又舍不得让你太伤心难过的一部抗战片，你们都看了吗？